好哦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3的对战影片。没错，看到这个飞在空中的恶魔，今天使用的是歼旗啊。真要说为什么的话，主要是因为用了歼旗大鸟过后，我突然想了一下，其实歼旗大鸟的费用有点贵，然后我就想了一下，有没有就是也是歼旗系3个法术也是可以在空中使用的领主，然后我就往下翻了一下，就发现歼旗先驱是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其实我使用大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空中释放法术，我很少会想下去跟别人打架，因为那只大鸟真的我很不信任它，除非是打奴隶属或者是比较低阶的单位，要不然平常我真的不会想让它下去撞其他单位，太危险了。所以就想说试试看这个领主，它本身拥有的是远程攻击的手段，所以它可以在空中的飞盘上面攻击别人。坦白讲，蛮讨人厌的。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蛮讨人厌的作战方式，在空中可以攻击，然后等魔力足够过又可以释放法术，这一定会非常让人讨厌。好的，那这个领主简单介绍完过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正前方又是老样子5队的拦腰，就是打一波爆发，然后就是贴上去黏住对方，开始跟人家消耗。那中间呢，这边是神选长戟，还有一队精英版本。精英版本的魔族比较少，但是非常的强悍，不要小看它。感觉只有少少的8个人，没有，他们这8个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那最后排呢，这次放了不一样的，这次是放歼旗火妖，模组数量很少，但是它的攻击力非常高啊。那我们歼旗就是今天兵表就是这样，基本上都是比较昂贵的组合，这个神选跟火妖价格都算蛮贵的，所以领主就要用比较便宜的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次对手是古墓王，这边开始介绍，这个炮兵是一定要的啊，有炮兵你才有远程讲话的权利啊。如果对方没有，你可以先讲话。那这边古墓王这边就带了2队的征战斯芬克斯，一队是领主骑乘的，那他是非常普通的领主，主要就是想要出双巨兽看看。那这边呢带了一队死灵祭司，有带这种建构物死灵祭司最好是带着，因为它可以帮忙补血，而且它可以补非常多，非常好用。然后它本身在旁边也是可以提升这些建构物的能力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些不是建构物的步兵呢，是古墓守卫长戟版本。那总共出了4队，然后也是有这边4队的骷髅弓箭手，都是骷髅弓箭手算是非常便宜的单位，长戟的话就稍微有点造价了，不是说非常便宜。主要就是反大，然后弓箭手是轻甲都可以，不要重甲就好。那这边的话就是把对方的步兵当球在踢啊。真的遇到重甲单位打不动的话，看看炮兵有没有留好，炮兵还是可以他有破甲能力，可以打重甲单位的。那大概就是这样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进入战斗吧。刚开始呢，歼旗这边没有炮兵，所以只能慢慢的过来。那这个炮兵呢，我们可以等对方过来的时候就可以开炮了。我们看到2个弹药过来，闪一下。这种弹药其实很明显，可以闪就闪，不要用脸去承受伤害。虽然说打在歼旗的部队上面有能量防护罩可以稍微挡一下，但是能省则省啊，这种东西就是能不要消耗就不要消耗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对方应该调整的射击角度，准备发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歼旗蓝焰打下去的伤害到底有多少。刚刚看下来，
大约有300左右，将近300，应该只有200多，不到300，算还可以。我觉得算还可以吧。我们看一下，大概看一下歼击蓝焰。歼击蓝焰的伤害是9发，那其实没有到很多，因为它是9发飞弹下来，然后加上本身不是完全破甲，所以其实实际上伤害来讲，应该真的不会说很高。300滴血差不多是适合最后一刀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吹风下去，很可惜没有吹掉炮架。他这个没有把炮架吹掉，就不是很好。这些通常来讲呢，这些炮组人员的数量都蛮多的。对，如果刚好这样直接把炮架打掉的话，那就差距比较大。炮组人员其实你要把炮组人员杀光，我觉得难度比较高。然后这边准备上来，但是刚刚一轮攻击全部被树木挡住了。刚刚好像有看到有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我们跟这边看一下交战前的一波，哇！史灵祭司骑着战车直接冲过去啊！不过他好像是撞到的是这个，没有，他没有撞到，他刚第一时间没有撞到这个神犬长戟，他是真的是撞在拦腰上面，但是没有把拦腰撞飞，这有点可惜。然后这边的古墓王跟征战斯芬克斯再把对方当球在踢啊，这非常的可怕。这两只巨兽基本上只要在步兵群里面走来走去、冲来冲去，对方步兵就差不多要没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看，这边真的应该要再放个把风下去。好，炮架没有掉，差一点点，这个血量还差一点，炮架就会分发了。好，出发了第一个古墓王，他们第一个被动，忍者就会开始直接。好，这边喷了一次，这喷的不错，这个2队这样算还可以，算不错了。对方的领主还在这边肆虐哦。其实像玩这种不死种族的话，你可以让领主去骑乘东西，把自己的血量拉高。因为玩不死族，你一定要有个意识，就是对方非常有可能会直接击破你的单位，那你可以试着把你的单位就是尽量巩固起来，让它变得更强悍，也是种选择。毕竟不死族如果死领主士气会消耗非常快，然后整队就会蒸发。如果是把它弄成对方不好处理的状况的话，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然后对方征战斯芬克斯直接杀出来哦，一路上没有人可以拦住他，这个就是单体巨兽最好的地方。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这样子，它可以自由的去找那个对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感觉不断的喷火还好哦。这边直接交了乌沙比特，直接定在对方脸上，然后这一队基本上就没了。乌沙比特召唤出来火妖，基本上就会停火，那他会直接开始斩杀火妖，火妖是完全没办法分火的。你看一下这一队的扣血速度非常快，真的就直接消失了。那我们这时候只能把2队直接拉走，这一队只能放弃了，这一队一定救不回来，因为乌沙比特单位很多。然后他这边持续再撞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蓝焰射下去，很可惜没有死掉。我们看一下血量剩下多少，还有290。所以其实如果再晚一点发射，应该是有机会的。他这边不断追着我方火妖哦，然后这边用这个蓝妖过去卡一下，稍微挡一下，看他能不能转移目标。有，他扑了一下蓝妖，可以。然后这边赶紧把火妖拉开，火妖还有弹药那就很有用。我们看一下，漂亮，剩下血量刚好歼击蓝焰可以输掉。那这边威胁剩下最大的应该是最后这一队的
真战士跟特斯，他一直在追火妖哦。这个高阶不是高阶火妖，是歼旗火妖。因为火妖其实现在弹药非常多，基本上还有80%以上，代表这个火妖烧的没有到很多单位，它输出没有很多。然后这边终局就要想办法把它补掉。好，没办法，我们要回头，因为我们要跟那个神选做一个换位啊，要这样子穿过去做一个换位。刚刚那样一扑，好像死了2只哦。然后神选长戟其实扛得住，那我们这边火妖就可以回头开始射击了。看一下，火妖射击非常痛哦，那这个其实承受不住哦。好的，那单体巨兽也先灭掉，其实士气就会崩得很快。领主死掉，然后剩下一些比较强力的单位也死掉，其实士气瓦解的会非常快速，像刚刚那样子就一下就崩盘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领主不错哦，这个斩杀数我觉得算不差的哦。所以如果歼旗大鸟觉得太贵，歼旗先驱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虽然说它的面板上很多数值跟大鸟相比，它是确实比较糟糕，但是第一个它便宜，它跟歼旗大鸟比起来真的算便宜单位。而且如果你的使用方法基本上跟我一样，就只是在空中然后等魔法之风，然后放技能的话，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错选择。它在空中飞盘的速度其实不算很慢，而且刚刚有看到它那样回避的方式也算是不错啦。然后加上它在空中还是可以进行普通攻击，它不用下去，不像歼旗大鸟一样下去，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不差的选择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啊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